嗨，我是蛙板。很多人都以为啊，当网红超级好赚常常收到一堆厂商的邀约，然后每天可以打扮漂亮，还可以常常出国玩，po 个限动啊，发个贴文啊，就有钱赚。这个可能是你看到的少数大网红的光鲜亮丽，实际的很多内幕你可能不清楚哦。如果喜欢影片，欢迎订阅，也可以加入会员看更多影片哦。第一点是，你知道其实有一大堆合作都是互惠，根本没有钱赚吗？当你是个小网红啊，大概粉丝2到3万人，或者是奈米网红啊，也就是大概3000到1万粉这样子的范围里面，你最常遇到的邀约就是互惠合作。什么叫互惠呢？就是厂商说我们送你产品，然后你帮我们曝光，发个贴文或发个限动，表面上你好像是收到不用钱的产品嘛，好像你赚到，可实际上你要装法、拍照、修图、po 文、推广、写心得，然后换那样的产品，可那产品未必你有缺啊，你未必有想要我分享一个真实案例就是有个还在上班但一边经营 IG 粉丝的朋友，他想说如果可以转型当网红，就可以不要上班了，他就每天 po 生活的分享等等，也很努力在发文了，周末也会特别去拍照，可是粉丝数就是一直卡在3万人这样子。然后呢，有一次他就收到某一个保养品的邀约，希望可以发图文1篇，然后再加带连结的即时动态，然后他就想说这样子应该是业配了吧，可以收钱了吧，可是因为他也没接过真正的业配邀约，所以他就回信给对方，他想说报个3500，他想说如果对方杀价去尾数也还有3000，他可以接受。没想到他这封信寄出去之后，厂商那边就再也没下文，然后他就想说原来我这么努力把粉丝经营到3万，可是想赚个3000块原来也没可能他有点受到打击，觉得要赚一个业配钱赚3000块这么难对啊，对方就没下文也就是说他想要的是一个免费的互惠所以他就觉得3000我没有觉得很贵，为什么3000对方都没有要付？所以网红是不是真的也没那么好做，没真的那么多钱可以赚啊？因为我们看到了他们都可以免费拿到很多化妆品啊，或者很多家电啊，然后觉得好羡慕哦，家电免费拿，我们要掏钱出来买的东西，你要花1万多块买的空气清净机，对，可是他是免费拿到，还可以 po 它来赚钱，对，就会觉得哇塞太好赚，所以你还是会觉得划算。因为我自己如果用到什么好用的东西，我也会发在 IG 上，只是我不会把它拍得漂亮。所以其实很多人都是先从这样开始的。那你东西给我，我没有稿费，但是我至少赚到那个东西，那我不用买那个东西，我是省一笔钱，搞不好是空气清净机啊、吸尘器啊、面膜啊、保养品啊，然后彩妆啊什么，会觉得至少不用钱，我也是省好几千块，对不对？所以很多人可能都是从互惠文开始发迹的啦。所以我觉得第一篇文没有赚到钱，好像也不用那么难过。再来是第二点，一大堆团购的邀约，可是带货真的有够难。很多人以为开团购就一定有赚钱，但其实是你要有转单的能力才会有钱赚，因为并不是你开团就会有人买哦。人气跟买气从来都是2件事，可是很多人没有这样想过。有很多网红他发的文啊，就是有很多人按赞，可是他卖不了东西，就是人气型网红，但他不是带货型网红。是哦，这个是很多不是这个领域的人可能分不出来。因为我通常会以为，如果他粉丝数很多，那他的钱一定比较好赚。就是很多人都会误以为粉丝数很多，然后按赞数很高，他就一定能带货。但很多厂商就会花了钱之后发现，你怎么不带货？效益不好，这种就叫人气型网红，就比较偶像啊。我喜欢看你跳舞啊，我喜欢看你 po 美照啊，po 吃喝玩乐啊。可是如果你今天跟我推广一个业配，我是不会去买的，这很正常哦。能够带货的网红其实是真的非常少的。震惊哦！你们都觉得粉丝数、按赞数等于变现喜欢没有喜欢他就会想要买他。不一定。例如你追了100个网红，可是你只会买那3个人的东西，你绝对不是100个追的你都有在买。其实我从来没有买过网红的，我有。对啊，然后我举个案例，就是有一个网红朋友，他的脸书跟 IG 都有4万多粉，快5万哦。然后他接到一档团购，他很努力的拍照跟发文，结果整团的接单期间，你知道他卖掉几组吗？他只卖掉10组，这一组的客单大概1000块，所以10组就是营业额1万块。然后他的分润是20%，也就是他拿了2000块。他那边忙了1个礼拜，光拍照就花了整个下午，还要修片、写文案、发连结，然后也是很真心、很诚恳的跟大家推荐跟介绍。然后10组，他觉得他真的很难受，就大概1天1组的概念。这个是血汗钱对啊，所以他就说，平常发文吃喝玩乐都好几百个赞，那为什么我连100组都卖不出去？为什么只有10个人买？他自己也很自我怀疑，他就说太难赚了，所以我到现在都不敢辞掉正职。他觉得他永远都没办法当专业网红，他只能就是看看有没有小钱赚。这其实就是大部分网红真正的现象，就你可能有5、6万粉，甚至7、8万粉，但是你还是有在上班你是没有办法专职网红的因为没有那么多业配，大部分都互惠，团购又没那么带货，你是没有办法打底自己每个月的薪资的。因为我好像会觉得说，你被厂商找到，应该是你还不错，你还不错啊，但是你养不活自己啊，还要当客服回答很多问题对不对？然后我回完都没有买，所以就是跟你说，人气跟买气是2件事，万一合作又都是互惠，又都不是业配的时候，其实你是赚不到钱的。
第三个，疫情过后旅游的互惠超多，非常多的网红都出国玩，然后你就会觉得哇，他们好爽哦，都可以出国玩，都不用钱呢。你是不是怎么样也觉得他赚了好几万？羡慕死了，有人招待你去玩，然后你只要 po 吃喝玩乐就好了。这种互惠其实超常见的，就是他可以去住高级饭店，吃浮夸的早餐，然后泡汤、滑雪什么的，你就会觉得哇，网红真的过得好爽。可是其实这种旅游的合作，或者是台湾国内的高级餐厅的合作，也都是互惠的。就我请你去玩，请你来吃，可是不会给你钱，那你会觉得很 OK 吗？还不错。但你带人，你要自己自费哦，那你要吗？我是可以一个人，还要带人，你可以一个人，一个人因为如果你需要带助理、带摄影师、带妆发。是不是就卡在一个很尴尬？就是我可以2个人吗？那如果厂商又没有要给你2个人的扣打，你就要1个人完成那一切，是没有办法玩的哦。他会觉得他是去上班的，然后每天就拍开箱、早餐、晚餐，然后行程，可他没有一个半，然后又没有钱赚，然后每天吃喝玩乐都要赶快 po， 这个好不好赚就要见仁见智。有些人就会觉得啊，没有钱只是玩，然后又自己一个人，好像也没那么好玩，而且是跟陌生人一起玩啊。因为有一些都是跟团，甚至是一个网红团，然后大家也不认识，然后被凑在一起。然后我的网红朋友就说，虽然大家看我们都是去玩，可是对我们来说就是去上班去工作的，你没有办法真的很放松，因为你每天拿到免费可以享用的东西都是你要拍的素材，你要拍好拍满才能开始吃，甚至吃的时候都还一直在拍，你其实没有在享受那一切。那我不行。然后你想的是怎么样对得起招待你这5天的厂商，你要把拍好，你要拍好拍满，然后每天的刷曝光，然后一直 take 他们等等的，你的心情其实就不是去玩的，你知道吗？你每天都在看我早餐有漏拍，然后我中午怎样，然后我现在去哪里要赶快记录，然后我这边要赶快自拍一下什么，然后这边要换什么衣服去才可以衬这个场景，然后我要写什么，你很忙这其实是上班。有些地方很漂亮，但我拍不出来，这个也很烦。万一你一个人，你还要弄脚架，然后再去拍，然后再去弄脚架，跑来跑去，你没有带助理的话，你会多累啊！所以他就说，这种去了1、2次之后，就发现好累好辛苦，但又没有钱，然后又没有真的在玩。后面在看别人去开箱的时候，就会觉得我已经知道那有多累了。第4点也是很多人不知道的，精品的合作大多是没有钱的哟。很多人都会以为精品不是钱最多的吗？应该接到精品合作的人就是拿最多钱的吧？但其实很多精品的合作都是没有钱的哦。很多网红都跟我说，精品合作是最不可能有钱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品牌愿意把最新的包包给你开箱，给你拍照，其实就是已经很认可你是一个时尚的 icon， 他才会把东西给你。但是他未必是有费用的。然后通常这样的网红也会需要让大家看到我都有最新的东西，所以就算没有钱，他也会愿意接，因为我可以开箱最新的包包，那个是一个地位问题。然后很多时候呢，就是拍完包包就要收回去咯，大家要轮流拍的。那不就是直接叫你做免钱的吗？这就是给你地位，对，你可以开箱到我们最新的包包，或穿上我们家的最新款，可是没有钱，然后东西还要收回来。所以他等于就是他没有那个包包，因为那包包可能10几万，所以可能会收回去，那一颗要轮流拍，还轮流拍。然后呢，拍精品的东西，你真的不能随便拿个手机自拍，所以你要请妆发、想企划，找专业的摄影师，还要修图跟写文，了解那一次的品牌设计理念，这一切你都要花非常多的成本，没有像吃喝玩乐的东西那么好拍哦。然后如果你是去参加品牌的开幕活动等等，要挑摄影师去拍你，然后甚至拍完的照片或影片，你还要再外包出去，剪成很厉害的短影音，因为可能你自己是做不到的。这一切很可能都是你是自费的，因为品牌只是发一个邀请函，邀请你来我们的开幕酒会，可是没有要给你钱。所以我就有一个网红朋友说，他发现他参加这种场合都在喷钱，因为他花了好几万产出那一支影片跟发一支图文，可是他没有收费。因为我们看到都觉得哇，他可以去很多人都只有想到哇，你可以出席那种场合，好厉害哦。可是没有想到他去那种场合要花很多钱才能呈现出那些照片跟影片。你要找专业的平面摄影师跟动态摄影师，然后再外包出去剪辑上字幕，才能拍出很时尚、转场很厉害的影片。然后我们看的时候只看到哇，他又去哪里了，他又去哪里了。可是你知道这些钱他要自费才能产出吗？我知道，所以他还要先喷钱，然后品牌并没有付他钱。那他们赚的也是血汗钱，可以这样说。他赚的也是一个形象或者是一个地位，然后才能从其他的业配赚回来啊，也真的没有那么好赚。大家不要看到就是出席很多精品的活动，或是常常开箱精品的包包，就觉得网红好好哦，这些东西都有很多人送你。如果他是大明星或是大网红，才有可能是送的啦。所以大家也不要自己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，就是觉得自己好像就永远比不过别人。有时候看到很多的开箱，就忍不住冲去要买个包包，有没有？有时候是忍不住会有一种攀比的心态。你要知道，他们其实也是在工作，真的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光鲜亮丽啦。所以呢，当网红真的有很好赚吗？看起来很好赚，实际上很多时候都是没有赚钱的哦。你要有带货力，有谈判力，还要有粉丝支持，你的流量还要能够变现，还要很会拍、很会写、很会剪、很会企划，不然就是要花钱外包。最后，如果你做大了，还要能够管理团队，变成一个小老板，变成大网红，还要防止员工偷钱或者伴侣把你的频道抢走。知道这有多难做吗？毕竟这就是创业了啊！不要只看到是网红，网红是他的职业，但他就是一个创业了。那创业成功的几率就是只有1%，其他
99%都是没赚钱，都是倒闭，甚至赔钱的。成功的可能段很大，但是没成功的人更多啊。请观众回答一下本集问题咯。看完本集啊，知道了这么多秘辛，你还是有觉得网红或 YouTuber 很好赚吗？你有没有朋友是真的成功靠当网红或 YouTuber 翻身，然后变成很有钱的实际案例？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呢？然后你会不会很羡慕他们呢？因为真的会有很多上班族想说，如果当了网红就可以辞掉正职，但是我看到的成功案例真的非常少。如果他们成功了，你会很羡慕他们吗？本集我要推荐2部影片。Andy 追钱容易吗？创业打拼辛苦10年，结果最后什么都没有，有没有办法把钱追回来呢？这个就是你创业要面临的风险哦。还有就是你适合创业吗？可能可以从这几点检视一下自己是不是适合创业当个自媒体呢？如果喜欢影片，欢迎订阅，也可以加入会员看更多影片哦。